嘿，大家伙早喽！3月17号星期日，跑在玉堂津这条主干道，大阪马拉松是反方向这么跑过来。哎呀，这个伤情啊，反反复复啊，咋办呢？昨天早晨的时候几乎都没事儿了，昨天跑了10公里的时候还完全正常，然后最后大概最后的几公里有一点疼痛，但是呢回去就发现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疼痛状态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的分析是，因为我发现右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，而左转就没事，因为是右腿踝关节内侧，所以很有可能是那天那个321训练，因为有180度的折返，那天一下跑得有点猛，因为刚比赛完之后的几天，可能造成了一个急性期的损伤。但是好消息是休息是管用的。昨天跑了21公里，按说本来昨天想的是，如果跑完那个21公里并没有更严重的话，这个周期就好起来了，但是看起来可能不行，所以今天继续减量减强度吧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我总跟小伙伴们说，受伤生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去年1年我没怎么受伤，是因为去年冬训之前，其实我一直训练量都比前2年小。去年冬训加上准备这几场比赛，身体的疲劳和损伤的积累就会比较大。3月份这个月就放水了，可能400来公里也还行了哈。所以我总说要把自己想办法，你要不然就是初跑者努力想想怎么每次都快一点，要么呢就是上台阶似的增加跑量，在您已经不是初跑者以后，天花板拉高了，你会发现即便有一些意外，可能像我现在面对受伤，我也能够维持一个大概的训练水平，肯定比不上以前。像对肌腱韧带的这种伤要重视，因为就像昨天直播我跟大家聊这个氨糖这种东西，它其实为什么没什么太大的用呢？就是因为这种地方血管太少了，你本来运输能量、运输营养就差，它就是好的嘛。重视吧，今天带大家去那边大阪的一个美术馆门口看看。咱们这频道我每天收到的评论私信，其实很多都是我受伤了，我生病了，不训练不了，焦虑怎么办？多久能好？其实我们无论是受伤还是生病，不管您是自己搜索互联网还是去看医生，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多久能好，对吧？你看您伤情的严重程度，但是大部分时候，包括我现在受伤的程度，其实远没有，就真实程度远没有自己想象的严重。因为你稍微有一点不对，肯定它就会疼。现在要做的可能更多的是心理的建设，心理建设好了呢，好些事儿就没那么的复杂。
可能很多跑步的小伙伴都会有这种，无论是小腿内侧还是踝关节内侧这种疼痛，大多数时候就是疲劳积累，然后突然的一个小爆发。因为那次前段时间本田先生受伤也是小腿。受伤是什么？受伤就是训练再变强的一个必经的过程。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受伤经验，但是呢，这2年我学会了怎么安慰自己。好些事儿都是眼前的东西，虽然看起来挺关键，或者会被眼前的困难、阻碍这些更多的影响心理，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，这些事儿就都不是事儿。所以学会站在以后看现在，面对伤痛就会好一些。现在我的疼痛状态就右脚每一步落地都会有疼痛感，但是呢，又是那种能持续又不想持续的状态，差不多就这样，大家也不用太担心。这条街上有好多这种雕像或者铜像，这是一个小朋友在放飞一只鸽子。这种电话亭在北京已经消失了。屏幕前的很多观众应该都是刚刚进入赛季，有的是今天有比赛，有的是下周末，有的是3月底，有的是4月初。这样很快就是一个阶段，就是赛季其实是划分阶段的好办法。赛季完了以后呢，就进入休整，而且有些小伙伴很不可避免的，就像我一样，赛季之后会进入伤病，因为你之前为了比赛准备了太多。看这是什么？这有点抽象啊，外星人吗？或者是奥特曼似的未来战士。看这个，玉堂津完成50周年纪念碑。玉堂津就是这条街。在赛前这1周或者这2周，1或者3周，你要做什么呢？维持训练量，但是呢，可以降低训练强度，就是把平均强度降低，把关键强度提高。怎么说呢？就比方说，你以前每周跑6天，然后每天的强度是，假设100分是极限的话，可能你每天的强度是70。之后每周的强度课，您的强度是80。那赛前这段时间怎么处理呢？您可以把每天的强度降到60，把那个专门的强度课那一天呢涨到85或者90。但是呢，强度课的量，假设您以前的强度课总的快跑的距离是8公里，那您就把快跑的距离呢降到6公里，差不多按照10%几、20%这么降。什么目的呢？就是刺激您的强度，又尽量降低受伤的风险，这是目的。关键就是既要紧张又要稳妥，是我不成熟的建议，您可以试试。就每天说白了，说普通话就是每天跑的轻一点，然后强度课跑的强一点、短一点，
就好了，不一定非得要最后1周或者10天再减量，因为差不多到最后的1个月，大多数的训练都是维持您之前训练积累的状态，或者说再找找状态的突破，也就是这样了，不会起什么实质的作用。马拉松训练，大家看运动员可能是按4个月一个周期准备比赛，但是呢，他这4个月其实是巩固和稳定之前1年甚至2年的训练成果。准备比赛的是准备的状态，而成果呢，对于耐力项目、长距离项目，都是以年为单位来计量的。今年大阪马拉松跑到这儿，就是反方向跑的，跑到这儿，一个小伙伴鞋带开了，突然就特别沮丧，在边上系鞋带。因为你系一个鞋带怎么着，要耽误1分钟到2分钟。跑到这儿大概是7公里的样子，在7公里能在我周围的小伙伴都是想冲成绩的，感觉一下就颓了，也没办法。那天评论区，不对，小伙伴私信也说，起跑没多久鞋带开了。就马拉松比赛的时候，一切都不能像平常那样。就比方说，我总说，不要嫌能量胶不好吃啊什么的，这些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鞋带也是，您平常系活扣是为了好解，您要都比赛了，就是你系完那活扣以后，再系个死扣，然后再给它压到鞋带底下，它就肯定开不了。你就千万别再想说好不好看，或者说好不好解了，是不是？你完成这个赛季以后，差不多冬训其实早就过了，然后完成这个赛季，这根弦也就松下来了，就放松放松。其实对于大多数3月底才比赛的小伙伴是很艰难的，因为从去年的11月份到现在，一进入冬训，我相信很多人的精神就绷起来了，对吧？行，一会儿咱们到那个美术馆门口，那有一个雕塑，或者有一个艺术品给大家看看，一会儿咱再聊。小伙伴们看，我们到了Nakanoshima 中之岛 Museum of Art 美术馆 Osaka。它底下这个白色是他们这美术馆建筑的外观的剪影。那都是台阶，我们就不跑了。能不能远远的看到突然发现了什么？屏幕中间，开始下雨了，突然开始下雨了。能听到雨的声音吗？好像还挺大。赶紧拍完要关机了，相机不防水啊。小伙伴们看，我也是无意中看大黑原先生的社交媒体知道有这个，之前白天来过一次。这是一只穿着宇航服的猫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。远处看这个特别黑的眼睛，有点吓人的。这个时候，刚才在底下看的时候，转一圈，雨突然下大了，我决定直接往回跑了。现在到家差不多，今天跑10公里。背后背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氧气瓶吗？这个真的要比拍出来还好看一些，大家有机会来看我地图这儿，这个就叫中之岛美术馆。好，跟他合个影，然后咱们训练后再见了，好吗？3月17号星期日，虽然是周末啊，但是心情很沉重，因为受伤。晨跑结束，确实感觉还是疼，少跑2步吧。跑了8公里，算是维持一个小有氧的状态就好了。如果不算上停下来的时间呢，可能平均配速5分30左右。
但是一受伤是这样，尤其是腿的受伤，你跑步之后会觉得更累，因为你总拿着那个劲儿就不放松。所以我老跟小伙伴们说，如果您没有伤病，初跑者，你觉得跑起来累，或者说还没找到那个马拉松的感觉，您试着有意的去放松一下。就像有小伙伴说，跑完步以后肩膀疼，有时候跑完马拉松，尤其是初跑者，或者马拉松比较慢，比如你跑4个多小时、5个多小时，跑完以后就这个地方斜方肌这儿会酸痛，特别难受，对吧？就是太较劲了，主动的去放松一下就好了。突然就热起来了，昨天一下就热起来了，今天就短袖短裤了。我还在右脚踝那儿贴了绩效贴，戴了压缩腿套，还是不太行。那这段时间正好像屏幕前的各位几乎还没有看到我经历这种伤痛的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有一个伤痛恢复的这么一个小系列吧，每天跟大家汇报，然后看看我都做了什么，怎么维持状态，好吗？我好消息是我的赛季已经过去了，各位也是，赛后受伤别紧张，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，好不好？行，那就这么着。哦，对，跟大家看看这鞋，这叫什么？2000公里还是什么？这一双缓震鞋，没有碳板，就是足弓那儿有一块支撑的 TPU 的板，还行。缓震还行，就是这种时候，尤其是脚踝内侧受伤以后，其实我的判断是过度的外翻造成的。过度外翻会在疲劳，或者是假如你右腿的外翻会在右转的时候，左腿会在左转的时候，就这种极限动作的时候会发生吧。所以疲劳加上我们那180度的折返，就是这样转。那一下拧了一下，我判断不一定是疲劳伤，就疲劳再加上那一下的急性损伤，到现在为止1周，差不多将近1周的样子。影响训练的话，已经影响了半个周期。这个周期估计今天是第2天，明天后天应该都是轻松跑了，看情况。伤这事儿也是，你就得在行与不行的边缘试探它，这样就能找到一个康复的节奏。行，那就不跟大家多说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还是得祝福屏幕前要比赛的各位，比赛前最好稳住，不要受伤，不要生病，好吗？都加油干！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儿再见。